加速能让你感觉到一种虚假的温度，这听起来很奇妙，科学家叫它恩入效应。这听起来像科幻，但它其实是量子论和相对论交界处的一块试金石。故事要从一个怪现象说起，在量子世界里，即使什么都没有的真空，也并不是真空，而是翻滚着无数的虚粒子，它们一闪即逝，出现又消失，站着不动的人看不到它们。但如果你疯狂加速，世界在你眼里就像被点燃，虚空里会冒出一股量子暖意。问题是，要想在实验里验证这个效应，需要的加速度大到离谱，大约10的20次方米每2次方秒。换句话说，你得在1秒钟内从0加速到光速好几亿次。别说火箭了，连宇宙里的黑洞都嫌累。于是，这个现象几十年来都只能停留在理论里。广岛大学的研究团队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不用直线加速，改玩圆周加速。他们在一个超导电路里制造了磁通子反磁通子对，这些小家伙在微小的圆形回路里高速打转，相当于被拴了原子级的过山车上。这样一来，即使电路尺寸很小，也能制造出巨大的有效加速度。结果呢，这些对子的运动会因为恩入效应受到扰动，最终分裂开来。奇妙的是，它们分裂时会让电路里出现一个突然而清晰的电压跳键，就像真空给电路发了一个闪电信号。科学家只要统计这些电压跳键的分布，就能精确测出虚空温度。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或许真的能在实验室里看到虚空里的量子暖意，还可能为统一量子论和相对论提供重要线索。未来，这种极高灵敏度的探测方法还可能发展出全新的量子传感技术。广岛大学的科学家们下一步还打算研究这些对子的量子隧穿衰竭机制，看看能不能更进一步揭开时空深处的秘密。谁知道呢？也许这条路最终能带我们走向万物统一理论。如果有人告诉你泥土里藏着未来对抗超级细菌的秘密武器，你会不会觉得像童话故事？但科学家们真就这么干了。一直以来，土壤里的细菌就是抗生素的重要来源，青霉素、链霉素这些救命药全靠它们。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细菌根本养不活在实验室里，就好像你明明知道森林里藏着宝藏，却找不到地图。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团队决定换个思路，既然细菌不肯搬来实验室，那就直接去他们的老家土壤，顺手把他们的 DNA 整个挖出来。他们开发了一种新方法，可以直接从泥土里提取超长的 DNA 片段，然后用长读长测序，就好像给基因拍高清全景照，再用生物信息学工具推测这些基因能做出什么分子。最后，科学家们再人工合成这些分子，测试它们是不是潜在的抗生素。这招简直像给泥土装上了翻译机。结果如何？他们不仅找到上百个以前从没见过的细菌组物，还真的合成出了2种抗生素候选物，其中一种还是广谱的，对很多细菌都有效。这意味着不用培养细菌也能挖掘它们的药物品种。更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被称为打开了微生物暗物质的一扇窗。以前的显微镜和培养皿让我们认识了部分微生物世界，现在基因工具让我们重新看见那些长得出来却养不活的神秘生命。科学家们说，这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这种方法继续推广，泥土里可能会不断冒出新的药物分子，或许下一个超级抗生素已经悄悄埋在你家院子里的土壤里。在我们身体里，细胞就像一座座繁忙的小城市。过去，科学家一直以为细胞骨架里的某些钢筋只是撑起结构的死物，结果最新的研究却翻了案，这些微小部件不仅动来动去，还忙得像流水线工人一样。科学家们盯上了一种叫波形蛋白丝的东西，原本大家以为它们就像房梁，静静处在那儿撑起细胞。可用上先进成像技术一看，居然发现它们在细胞内部跑来跑去，顺着微管高速公路运货。
换句话说，这些丝并不是傻傻站岗，而是货运司机把细胞里的东西运到该去的地方。更神奇的是，微管之间还能像水流一样互相影响、弯曲协调，形成大范围的细胞水流，让内部交通更有效。在另一个研究里，科学家们还在乱母细胞中发现了微型龙卷风。这些细胞内部的小漩涡能搅动细胞质，把细胞器和货物均匀分布开。原来细胞内部并不是一滩死水，而是充满了有组织的流动，好比厨房里的搅拌机，保证营养和工具不会卡在角落。至于细胞之间的胶水，研究也有新发现。科学家们看到细胞之间的粘连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一个个小预备粘点慢慢拼接成熟，就像搭积木。这不光关系到皮肤和组织的健康，还可能帮助我们理解癌症或湿疹这类疾病。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当细胞太拥挤时，它们竟然会吞一口周围的液体来缩小自己表面，还给压力。这叫大吞饮作用。就像电车高峰期有人缩起肩膀挤一挤，让大家都能站下，而不是粗暴地把人挤出去。这些研究加在一起，彻底刷新了我们的认知。细胞不是死板的盒子，而是一个有智慧、有弹性的系统。它的最小零件不是摆设，而是随时准备行动的小型工程队。未来，这些发现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生命运作，还可能带来全新的疾病治疗方案。我们经常能在网上看到兄弟姐妹小时候打架的视频。最近，科学家通过一项统计数据发现，在18世纪的瑞士，小小的兄弟姐妹关系竟然可能决定生命的早期存活。科学家们翻阅了1750到1870年间的教区登记记录，追踪了近3000个孩子的生死数据，结果发现一个有趣又有点残酷的规律：女孩如果身边有年龄相近的哥哥，生存率竟然会下降。而有姐姐的孩子，无论男女，反而更容易健康成长。研究者们解释，这背后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有关。哥哥可能会占用更多家庭资源，尤其是食物和照顾，从而让年龄相近的妹妹吃亏；而姐姐则可能照顾弟弟妹妹，分享资源和经验，让大家都受益。换句话说，性别真的会改变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影响。这项研究呢，不仅揭示了早期家庭环境对儿童生存的重要性，还提醒了我们，如果不区分性别和年龄，你可能完全看不到这些微妙的效应。换句话说，哥哥姐姐不只是家庭圆成，更可能在孩子生命的早期扮演着保护者或者竞争者的角色。现在社会富裕了，可能没有这种现象，但是父母也应该教育子女多多互相帮助。我是于哥，谢谢点赞、评论、订阅，我们下期见。